欢迎来到今天的丰盛奥文哈，这就是今天要选的4张牌哈，1、2、3、4哈。第一张牌是星星牌，好，如果你需要看久一点，请你可以按下暂停哈。好，第二张牌是审判牌。哦，sorry，第二张牌是正义牌哈，正义牌，sorry，正义牌。好，第三张牌是圣杯5，第4张牌是权杖8。好，来，今天的题目是你们2个人已经擦肩而过了哈。这个题目比较特别哈，它是在说，其实你们已经相遇了啦哈。换一个名字讲，那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造型、喜欢的颜色哈、喜欢的配色，然后记得哈，哪一张牌最吸引你的目光？你的目光很难离开哪一张牌哈？那你跟它的共振就蛮强的。如果你很难选择，你可以闭上眼哈。你闭上眼之后呢，会有某一张牌的清晰度跟展现次数会比较多，那个就是共振比较强，你可以直接选它哈。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就开始咯。好，我们从1号开始哈。今天的题目是，其实你们已经擦肩而过了哈。这个题目的概念是说，擦肩而过，但不代表说不会再见面了。意思是说，你们其实已经相遇了哈。但是这个相遇到底是已经认识了呢？基本上是没有认识啦。那我再帮你看看你们2个能量的结合，其中也能够看出来，可能你们已经在同一个空间里一起生活或工作了哈。来，帮你先看一下整个能量的分布哈。看看哪一个已经吸引到我了哈。先看一下你们的能量的。首先，我现在看到的是你们的工作非常的接近。你们甚至有可能在同一组里面，在同一个部门同一栋大楼，你们的接触次数太高了，蛮高的。我只能说，如果你不知道是谁，来，他是不是也在偷偷暗恋你啊？看这张，目前看起来没有，只能说你们2个的能量现在整个进化哈，你们2个的能量整个进展发展的路线情况是好的、稳定的，因为是用土能量来抓的哈。但是水能量、情感的能量是还没有展现出来的哈。不过我真的必须说，你们甚至有一起负责一个案子，他混在你的朋友圈里，你们甚至还有可能出游过，所以这一题对1号的朋友来讲，已经转向成有人在偷偷暗恋你了呢。所以是你跟他擦身而过，他并没有，他跟你接触的时候就已经喜欢上你了，而且是一种稳稳的在底下就偷偷喜欢你。不过他对你的表达方式我刚刚说这个他们在偷偷暗恋你就没有，是因为我嗅到的方向不是这里，可是我又重新整理一下，我确实再次肯定啦，是有人在偷偷暗恋你啦。然后他这一个代表的是他不太想把这一件事情告诉你，或是，等一下，我觉得差一个。4，他觉得现在偷偷喜欢你就好了，而且他有点在偷偷保护你、帮你啦。你现在做事情或是各方面有点顺的话或什么，
因为他在私底下帮了蛮多忙的，蛮多忙的。我这边看到有很多的付出，有很多的偷看，有很多的偷看。他观察你很久了，甚至有一点像是保护你的姿态你在你附近出现哦。他有一点点觉得先守护你好了啦，先保护你。我觉得他有一点害羞，或者他对自己的条件跟我觉得他这边有一个他对自己的外在的不够自信，不够自信哈。但是他真的对你的感受蛮强的，那些水能量的流动已经都到了皇后哈。你，我帮你翻一下好了。你会发现他吗？哈，哎呦，会耶，怎么办？我今天你看到牌之后，我发现你们的情感的能量就启动了耶。不过我劝你不要，我这边先提醒你，不要说劝你啦，提醒你先不要，先不要。即使你已经发现是谁了，也不要有任何动作，因为这边有一个在讲说，对方其实想要隐藏起来。第二，他其实心理上并没有准备好要怎么跟你相处，他现在唯一能找到跟你相处的方式，就是先隐藏起来，偷偷的喜欢你或偷偷的帮助你。他没有，他心中的那一个跟你表白的激动能量并没有上去。恋人牌有告诉我，你只要仔细想，你会发现是谁啦。好，不过这三张并没有顺着恋人牌往下走，它出现了蛮瞬间的警告气氛，就是他其实是背对着你的，他想要背对着你哈，然后他还没有确定自己在你身上想要什么，没有。然后他的武装跟保护自己的能量也蛮强的，他也在思索，还在考虑，可是他并不是用直觉跟感情的方式去考量你们的关系，他是用一种分析的比较理性的方式去看一下这个关系，所以他其实蛮务实的。他其实有看到你们两个现在并不适合发展成恋人。我这边有看到他可能是对于自己啦，对于自己的自信心不够充足哈，他还在让自己更好。等到他更好了、更强壮了、更有能力了，他才会跟你告白，才会跟你表达。现在还是他的努力阶段，所以你现在尽可能的先别把他找出来。这边有看到神，还先不要把他找出来了。哦，还不适合，还不是那个时间点。好，再帮你看一下。其实差不多了，这里已经看到了。来帮你看一下，再帮你确定一下了哈。大概要多久？哎，可是我猜你是想得到他是谁了。其实要再往下挖的话，最多只能再往下挖。你看一下，如果两个真的在一起的时候，你们的关系会如何？哈。哎呀，又是恋人牌。基本上，我是感觉到你们是蛮适合的啦，你们是蛮适合的。我这个能量啊，稳定啊，周遭的能量支持着你们，都算是稳定，表示你们是契合的。恋人牌都出2次了哈。只是说他那边的准备还不够，真的也不是说他比较懦弱，或是他犹豫不定，不是。我觉得他反而是因为他对自己的人更加的有责任感、有责任心，他不会轻易的、随意的就跟一个人表白，而给不了任何东西，有可能是没办法保护你，没有办法。也有一个点是他可能没有那么有能力去理解现在的你，所以他现在还在花时间观察，去知道你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然后他才知道他要怎么去喜欢你或什么哈。他是一个心态上是蛮主动的，愿意付出的，所以他希望在他准备足够的时候才会有所动作。所以你如果真的知道的话，我希望你先不要有所主动啦，你可以先当做都不知道，然后观察他，细心想一下会是谁这样子，或是你已经知道是谁了，我觉得你给他更多的好感，多展现一下自己，让他有更多的线索去理解你，整个事情的发展才会往比较健康的路线去走。
再来看一下他那边哈，大概还要多久哈？都还在前面啦，还在前面，还在准备，还在走吼。这个又出来一次吼，所以他其实是很有心的啦，所以你不要太那个，真的是需要给他一点时间。但是他确实还是有一点小小的缺点啦，他现在有一点点太刚愎自用了啦，太靠自己的想法去理解。然后他其实我觉得他也没有那么主动的去理解你，我觉得他有一个害怕哈。我觉得有可能是你的能量对他来讲有点太强大了啦，对他来讲，他有一点点失去自我，他自己的方法或自己的想法各方面在你身上可能有点起不了作用，所以他有一点有在于那个陌生感，所以我也无法表达，所以他现在还在准备期，还在观察哈，还在很努力的观察，他已经找到一些线索了，知道大概怎么跟你相处了哈，他已经在慢慢靠近你了，但是还没有如他预期的好哈，所以。这段关系或什么要给一点时间，不过他真的已经在你附近了哈，他确实是已经在认可，这算是一种蛮幸运的啦。因为常常我们翻到很多的牌都还是距离，都还是蛮远的哈，还是需要等待的。来帮你看一下，抓个时间点哈，半年内会有比较好转的关系吗？关系上也会比较好转嘛哈，半年。是有可能啦，只是就半年，最多最快3个月会更好。其实他现在已经有比较主动，在慢慢靠近你，跟你比较，他想要试着很多办，他其实有一点被你牵着走，而且他有点被只牵着走。他的思考或各方面有点失控了，就是说他跟别人相处或思考别的事情都是非常理智的，非常有清晰的脑袋的。但他遇到你的时候，就有一种无法施展他自己的能力的，所以他才让他有一点点慌乱了哈。不过他已经很努力在整理自己的情绪化，慢慢跟你相处，然后也一点一点的去了解你了，有慢慢在走进你。反正选择1号牌的朋友这一题要多给他一点时间哈，要多给他一点时间。记得我刚刚的提醒了哈，不要把他挖出来，也不要暗示他或什么，你就先慢慢等待，等待他一个比较好的情况的话，就会有一个好的发展。如果你去把他挖出来，你去暗示他，跟他讲，我觉得他会被吓跑哈，都会先吓跑，因为他比较在乎，因为2张国王牌，我必须说他比较在乎自己事情在他的掌控内发展。好，你太靠近，那或者会把他吓跑，或者是吓得比较远，那他再靠近你的时候要再花一点时间。其实现在已经蛮靠近的，他已经比较多做一些比较多的准备跟调和了，你就让他慢慢靠近来就可以了哈。好。这就是选择1号牌的朋友哈，希望有帮助到你哈，谢谢你来听，祝福你。来，接下来是选择2号的朋友哈，今天的题目是，其实你们已经擦肩而过了。这个题目感觉好像是擦肩而过就不会再见面了，其实不是啦哈，其实这个的目的是核心是在说，其实你们已经相遇了啦哈，只是应该是还不认识哈，就是还没有所谓的第一面之缘哈，第一印象还没有产生出来，但是很有可能是你这边没有，但他其实有了哦，来帮你捕捉一下哦。就确实是已经接触过了哈，在朋友的关系上，其实你们已经接触到了啦哈，然后也已经有交谈过了，你们已经有蛮好的互动了，已经有交谈过了，而且但是谈的都，可是感情上各方面是没有，但是已经有展现，已经在彼此对方已经有所认识了。可是这个比较多是在工作上哈，比较在工作上，很多都在谈论在工作上。我觉得这个比较像是在某种参会、某种会议遇到，你已经认识这个人了，但是彼此的心意是没有展现出来的。等一下哈。你啦，你是没有察觉到对方的心意，或是对方也没有展现出这件事。我觉得这个我直接翻哦。我要问的是，双方都没有察觉到任何一方的人的喜爱吗？或是好感？表达一些好感都没有吗？还是有？
你这边其实只感受到一个不错的人，你这边其实只感受到一个不错的人，但对方有感觉到你是他会喜欢的人，是有所差别的哦。所以其实以今天这一题来说，其实是你擦肩而过，对他擦肩而过，但他其实没有，他对他来讲算是遇见你了哦。来，没错哈、哦，在那一个时间里，他已经觉得他遇见你，他其实喜欢你，但他现在处于一种。这个我让他另外翻，他现在处于什么状态？因为他这样子的话，表示他没有跟你做表白哈。他处在什么状态？这个点比较复杂，因为他表示他并没有告白或是做任何表示，因为你是没有感觉到的哈。我看一下，如果你没有感觉到，好。他现在隐藏了，你先别说，他现在对隐藏了。可是他对你有一见钟情的感觉，要小心哦，不是要小心，要注意哦。他非常非常被你的外在跟各方面表现所吸引住，他内在已经有一种要追求你的，可是他打住了，他先停住了哈。有一些想法跟念头出现，他先打住，先停止。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他是已经有一个人非常喜欢你在你的附近。也不一定在附近，我觉得你们已经认识了。有没有在附近？我等下帮你翻哈。但他现在我这边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他为什么打住了？第二个问题是他现在离你很远吗？很远还很近？哈，翻一下，我先帮你翻一下范围里，他现在离你很远还很近？又是，这不算，这没有出现任何距离讯号。就是一样哦，一样，一样哦。所以这两张其实没有，这只是在强调刚刚的。我觉得这题目这答案没有出来，必须再翻哈。一样，他对你有非常强烈的感受了哈。又还是不给我答案啊？一样哈。我要问清楚到底范围多少了？哎，我这边看到的是，他跟你似乎不是在同一个长时间的范围里生活、工作、行动的人，他在离你比较远的，但是你们会有一些机会是会遇到的，譬如说会议或什么的，但不是朋友。我觉得更多是在工作，在工作上你们会相遇，你们会遇到，好，工作场会遇到，但是次数没有很多，都在比较远的地方哈。你们的连接不强，你们的连接都是要靠外来的另外一种推力，譬如说有人邀请你们，或是工作要让你们聚集在一起或什么的，所以他可能是反正看起来是不同工作范围的。如果是学生，他有可能是需要有活动、课后活动才会相遇，这看起来就是也是不同学校的。不同地方的，反正空间上来讲，你们两个的距离是不在同一个空间的。那距离多远是没有很远啦，因为以次数来说，你们遇到的次数还蛮多的。好，这是第一个空间。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他现在打住了，不做行动了？来看这个，我看另外一个好了，看这一张。好。哦，两个答案。第一，他有发现也有人也喜欢你，然后他不想进入这个竞争里。第二，他目前觉得
先跟你保持一点距离，远一点看你哈，因为他可能有点察觉到，如果他再往前一步的话，你会发现他，这个也没有达到我的问题，因为我的问题是想问说，为什么不主动啦？为什么不主动？这个我还蛮想知道，为什么不主动？直接翻多一点，让我来察觉好了。因为如果已经对你有这么多感觉的话，为什么还不主动去表达？就算是性格上，也要告诉我是性格上或什么。好，第一，我直接照我看到的讲。第一，他突然有意识到他之前恋爱的挫折感，所以他有点胆怯了。第二，他突然有点比较喜欢他现在的生活，他有点不想要有两个人生活，他可能好不容易才脱离了之前有跟人家在一起，他一个人单身的个人时光，他还享受的不够所以他并没有要主动。第三，他看到你的时候失去蛮多勇气的，他需要再更多勇气才能够跟你告白，因为他可能觉得你有很多他不熟悉的，或是你有很多强大的磁场或什么，对他来讲他有点不适应，他还在找机会适应，所以他现在需要一些契机跟一些勇气才能告诉你。第四，他觉得跟你保持朋友关系跟这个关系是比较安全的，比较安全是他比较能掌握的，他比较能掌握，就这些原因的其中一个。但我个人是比较偏向于他目前觉得先自己一个人比较好，先自己一个人比较好所以，但是我有感受到他一次一次跟你接触之后，他对于你的向往跟对你的渴望会一次一次的增加。会一直增加，而且他也在制造跟你见面的机会，所以他每次有可以跟你遇见的时候，他都还蛮开心的。这是他内在是控制不了的，他期待非常高，而且他心里有一个对宇宙的许愿，是他希望能够多见到你，这是他不自觉的潜意识，应该说不自觉的、无意识的去跟宇宙去渴望这件事情，所以他底下有一个能量一直不断的把你们两个拉近，跟制造更多见面的机会。但他每次见到你的时候，心里都会有一些抗拒，就觉得说现在还不行，现在还不要。他自己心里有些挣扎了好，但是，但是我觉得他会忍耐不住啦，因为这里出现了太多你吸引住他的牌了啦，他会有一点点控制不了。我觉得不用多长时间，他很快就会跟你表达他喜欢你了，然后这个人就会浮出台面了那你可以期待一下这就是选择2号牌的朋友谢谢你来听，祝福你哦。来，接下来是选择3号的朋友今天的题目是你们其实已经擦肩而过了这个题目听起来好像擦肩而过不会再见面，其实不是啦，它比较多的是像是，其实你们已经遇到了，但可能不认识或是认识了，对彼此还没有特别的感觉来，只先帮你抓一下你们两个人能量的走向很明确的，确实你们擦身而过了，然后，感觉很浅甚至我必须说，你们两个甚至还没有把对方记起来，但是已经有相遇接触过了，但是没有把彼此记起来有一个蛮好的，就是说你们的接触。很可惜耶，你们接触的时候，其实情况都还蛮好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两个人对于彼此都没有很印象的深刻的记忆。怎么说？因为我觉得皇后圣杯跟皇后权杖原本来说是能量都还蛮好的在感情上，但是因为是出现皇后，所以我觉得它变成一个水往底下流走了，尤其出现这一个。权杖3跟战车牌，它让我感觉到的是一种分开了、遥远了，不紧密了，而且还离开了所以我就觉得你们第一次见面是没有
太深刻的印象的，然后又流掉，然后节制牌又告诉我说这个东西它一闪而过。一闪而过哈，然后这个是我觉得你们是已经见过面了，我觉得他事情就一闪而过，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哈。来，我帮你们看一下，近期还有见面的机会吗？近期还有什么比较好的见面的机会吗？哈，看一下哈，因为我觉得这只是你们第一次见面，没有留下很深的印象。哦。都是一些远离的个人孤寂的多点。没有，近期没有哈，近期都在忙自己的事情，近期没有。那下一次见面的计划大概还要离多远呢？下一次，近期真的没有哈，因为他简单来说，这里的牌都是太个人，一直都没有第三个人或是其他的人出现。除了个人之外，又封闭起来哈，所以我觉得就是没有一个两个能量有在接触的一个讯号，没有，所以近期应该不会再见到面哈。来，大概要多久会见到？还会再见到？以半年来做基准来画。哇，要半年以上你们才会再见到，好可惜哦。距离又拉远了哈，下半年，应该说以你现在来说，现在的时间点的半年之后了，你们还会再有第二次见面。可是第二次见面的时候，等一下，我有感受到一个讯号，我觉得你们第二次见面好像会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觉耶，因为我觉得前面这里整个看下来，它比较像是一种开场，就是你们两个的故事的一个开场而已它并没有办法确定，它比较像是一个小说里面的一个开场，错过，然后可能他就直接变成说4个月后、半年后，他们又在相见的时候，那时候对彼此有非常深的印象，这个走向好像是这个，我来帮你看一下，到底是，因为我一直感觉到第二次见面是有所大不同。出现了。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很特别，你们彼此甚至会在一群人当中的时候发现彼此的存在，会有一种熟悉感。其实这一个熟悉感并不是因为，其实那个熟悉感就是因为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建立在心底潜意识里，可是你们没有发觉是这个人，所以在第二次你们见面的时候会有一种好像我又认识了一个新朋友，可是聊天之后才会，你们要聊了一阵子之后才会发现说，其实你们以前就见过了，几个月前就见过，只是大家对彼此的印象都没这么深，所以那个熟悉感是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所以他会帮助第二次见面的时候会有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会有一种好像我们已经认识很久的感觉。可是这只是一个是一个小小的失误啦哈，就是因为你们第一次确实是错过了，可是在心底累积了那一个能量，你们没有察觉，这也算是一种很特别的缘分啦哈。你们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就可以谈很心底的事情，甚至连过往的感情事都能够谈论，有一种很好的、很健康的方式交流后，然后很快就增加了亲密感。所以你们第二次见面才是你们的关系的关键点呢。第二次开始的时候那个契合度啊，尤其是出现世界牌，这个牌在告诉你什么？你们在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就完全走进了你们两个人该进去的世界里。也就是说，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确实是打开了一个序章，是为了第二次来奠定一个非常奇妙的无意识的基础。所以而且我相信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发生了蛮多美好的事情，可是就没有让你们记起来，完全没有让你们要记起来。真的是为了第二次见面的铺陈，然后出现了愚人牌之后，愚人牌告诉你说，第二次见面的时候，你们会有一种崭新的、全新的，就像我刚刚说的，你们甚至会以为你们不认识这个人，两个人都出现了这个状况，然后在聊天的时候，才发现说这个熟悉感确实是因为从第一次来，然后这个有一种奇妙的缘分来助燃你们的关系，很特别，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关系。来继续看，我对你们第二次见面的情况比较那个所以第二次见面会在什么样的情况见到面呢？
战车牌一直出来耶，我等一下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它一直出来。又是工作上，你们第二次见面也是在工作场合遇到了，太奇妙了。你们可是你们不是在一个谈公事谈什么，你会在一个工作的收尾，或是一个庆功宴，或是一个颁奖典礼，或是有同事结婚，但是都跟工作有关。它不是你的朋友圈，它都是跟你工作有关哈。然后战车牌的出现代表什么？你们两个都是不太好对付的角色，你们都有防备，内心都有藏了一些东西，所以你们两个要在一起之后，是真的了解彼此，需要花一段时间，还需要花一段时间才可以慢慢的敞开心房。两个都是，你们有点类似啦，我觉得你们有点类似，因为今天牌都有一种对称的感觉哈。我的对称的意思就是说，有节制牌，皇后牌出来就出2个，然后2的数字，双数数字有蛮多的，所以我常觉得你们两个算是一个蛮类似的啦，是在这种聚会的场合会再遇到，很特别，反正他就很特别。你们第二次再遇到的时候，你会立刻发现这个人，你们两个都会立刻发现这个人，好，来第三号牌的各方面的，我觉得蛮顺的啦。只是时间第一次见面确实跟题目一样，真的是擦肩而过。但是后面的发展是很顺的，所以时间点来说，各方面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好挖掘的哈。所以我来帮你挖掘一下，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一下的哈？在这整个故事的发展中哈，有没有什么在你们遇到前可以需要个人加强的一些东西哈？注意一下的，提醒一下。好哈，要小心或注意一下，你们彼此的个性都蛮强势的，也不是说是个性什么，就是说你们对于情感的想要掌握的控制力都蛮强的。因为你们知道你们自己能给对方多少多好的东西，所以你们其实基于要保护自己之外，所以想要控制整个局面是在，应该是说你希望掌控整个局面是在你所能够理解的范围里。所以如果对方有一些秘密或者有一些不安全感，然后让你有一些冒险心的时候，你们两个都会有种彼此都有点退却。所以也因为两个都是这样，所以你们两个的一拍即合的比例我觉得没有很高都算是有点防备心，因为战车牌出现了2次，然后皇后牌也出现了。因为皇后牌除了有一种丰盛的东西在里面，可是它其实也有一种女王气质，它有一种想要掌控局势，可它是一种比较柔性的方式在掌控局势，可是心底上还是想要掌控整个局面，尤其是情感上面然后又因为宝剑5出现的时候，它有一种竞争、斗争、抢夺的心底概念啦。所以这个控制欲又提升上来了。但是我必须说，这不是坏事，而是你们两个都非常在意如何保护自己，跟保护自己内心的价值。所以你们的三观或是你们的价值观是不容易被改动的。但是我必须说，你们两个其实有一点点 twins 的特质，两个其实还蛮像的，所以才会有一种磁场相撞。所以你们要再花一点时间，慢慢的挖掘，才可以敞开心房。慢慢的接受对方，前面比较难，后面的相处就会发展的非常好了。因为一下就发现对方其实是完全支持自己、完全认同自己的，所以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就是初期的相处会比较难一点啦，认识的时间、做朋友的时间可能要拉长，会比较长一点。会有很多的契机点、很多的故事发生之后，才会进去成恋人就是前面比较辛苦一点啦，先苦后甘的一种情感状态好。这选的3号的朋友希望能够帮助到你祝福你谢谢你来听。来接下来是选择4号的朋友今天的题目是，其实你们已经擦肩而过了其实这题目不太像是说你们不会再见面了，而是说你们第一次的见面可能有点没有马上注意到彼此的存在，或是有感情了但我们往下翻就知道了顺便帮你们看看你们的距离是多远说不定已经在附近了。看一下3都是3啊，我觉得你们的认识都有别人，你们是在跟朋友一起出去的场合会遇到的
是也有一点点非常少的机会是在工作的情况遇到的。他这时确实是在一种聚会、小型的聚会里面遇到的哦。可是你们小型的聚会里面不是在聊一些生活事，而是像是比较像有谈工作的成分比较高。今天很多情况都是在谈工作的成分比较高。然后他想要我必须说，选择4号的朋友他已经记得你了，是你跟他擦肩而过。他想要对你做一些表达，他想要留下你的电话资料，他想要跟你再亲近一点。可是其他的人都在，太多了，他没办法做，所以这是第一次情况。他其实在等待，目前的他在等待第二次见面的机会，在等待，还没有发生，还没有出现那个第二次机会。我确定一下出现了没？或是你们已经见过第二次面了？因为还是有一点空隙没有打死。来，还没啦，还没出现第二次见面的机会，他还在等哈，而且他在制造第二次跟你见面的机会哈，所以这有可能是工作上的人或是朋友都有可能，不一定是工作。他有在创造暗示他朋友说有没有可能第二次见面，可是他并没有明讲说要见到你哦。哎呀，还很远，他离第二次见面的时间各方面还很远，还没有创造出机会。总之，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偷偷喜欢你了，对你有好感了。他心里有一个倾向，有一种潜意识、无意识的倾向，是希望能够创造更多跟你见面的机会。所以他有可能会去煽动他的朋友，或是提醒他的朋友，或是制造一些活动，然后再看看找机会，请你的朋友把你这里的朋友一起叫来，然后你才会见到你哦。好，这个比较算是生活交际圈的一个讯号，但是星星牌告诉我说，这个讯号愿望还没有达成啦，还很远啦，还有点像在房间里面看外面的星星，而不是在大草原看到外面的星星哈。距离就是还很远，还隔了一个墙，所以他才刚开始有一个念头，所以这也在暗示一件事情：你们刚擦身而过的时间点离现在不远，你们才刚见到面。近期才刚见到面，因为这里有一些能量都很新，很新。除了这个比较像是说你们现在拉开距离啦，但是其他的有点告诉我说很新，才刚开始见到面哈。好，在近期要再见到面，不行，我要抓一下时间点。下次见面大概要多久啊？下次见面大概要多久？半年，以半年为基准来看一下加减减哈。还是很久又出现了，还是很久半年多有点不太说定。他没有给时间啦，他这边只告诉我说半年，没有 no 没有半年，还在看，所以确实是还没有定下跟我们见面的时间了，有点模糊哈。我甚至有点看到你们会有第二次的擦身而过，而且第二次的擦身而过是没有再见到，没有再聊过天或什么。它比较像是说在一个空间里面会在同一个空间里，但是不会看到彼此，会在同一个区域里面逛街买东西，但是没有办法不会看到彼此，有点遥远哈。但是你的朋友会看到，但是他不会跟你说，因为他们不知道你们彼此关联的重要性。又拉开一次距离了，星星牌又出现了，后来就觉得近期真的没有第二次见面，这个第一次错过的时间到第二次中间有点距离遥远哈。不死心，我要来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创造第二次，主动的创造第二次见面的机会哈。来，我帮你们翻了。有没有机会自己创造
或是有没有什么方法哈？第一章是写 no， 让我们再继续往下翻，看有没有挖掘到一些可能性哈。No 又是 no， 有还有第三个吗？再帮你翻一次。5啊 ，no， 没有，你没办法自己创造新的界面的机会。你知道为什么吗？很合理，因为你不知道是谁，你没有方向感，真的，我真的没有在乱说，就是 no 啊，没有机会，要重来，还要整理。好，然后你记事牌基本上有个最简单的循环就是 stop， 停。静止，先停下来，就是没有行动，然后5就是隔着墙，距离很遥远，是一种很贫瘠的状态，没有计划什么，就是一个非常贫瘠的状态，就是没有。所以3个牌就告诉你说，现在就是没有，但很合理，因为你真的不知道是谁，所以我们要怎么做也不知道。没有办法，你就现在照着自己的方法做下去就好了。但如果我们要再合理来判断，就是他现在还有没有？但是我们刚才已经问，我本来是想问他说有没有办法创造一个新的他靠近你啦，但是前面已经说了，他还在找哈。我们刚其实翻到他还在找，所以再翻译多说无益哈。好，我们来翻一下更未来的事啦。你们2个相处之后，2个人相处的能量状况如何，合不契不契合各方面的，或是你们可能会是 twins 啊，各方面的概念哈。帮你们预测一下2个人的能量相处是情况是如何。好，你们还蛮不同的，但你们却很合，很不同，很合哈。有一个人会比较近，有一个人又比较闹，可是2个人这样就会很合。然后有一个人比较有行动力，然后另外一个人比较跟随型的，所以就很合哈。但是也不一定说比较近的那一方跟随型的都是同一个，没有，这是2个分配的。看起来你2个是蛮合的哈，在各种方面是有互补的，是这种互补的。现在4个状况是有互补的，然后还有一个东西我要看一下。情况其实都已经翻到，各方面都很互补哈。好啦，其实这个第4号牌有很多东西都已经比较清楚明了了，很清晰的就给了一些讯号，然后我们有一些想要知道的答案他也没给，所以表示说这个能量宇宙都还在集合啦，还在整理中。既然如此的话，我们来翻一下建议牌啦，看看有没有要给我们的建议好了，多注意一下一些建议牌。看看在整个等待的情况中，或是遇到的时候，什么任何建议好了。现在好像我们也没办法做太多的事情只能让时间走。好，太妙了，3张4者牌哈。我只能说，他在告诉你说，保持一个比较 pure 的心态，原始的状态，不要想得太复杂。就算遇到了，所以不要想太复杂，显得简单一点有点像是你刚开始理解爱情、刚开始理解感情的状态的时候，给无限的宽广的、无限的可能敞开心胸，然后去接受各种发展的可能他们就告诉你要这样子。不过这里有一个新的有一个新的暗示是说，你遇到这个人的时候，你可能会挖掘一些自己新的样子、新的能量、新的面向，也有可能你会重新认识你自己。这个人可能会带来这样子的能量这个他也有告诉我说，你会发展出新的照顾别人的能力、理解别人的能力，同情心、同理心都会升一级。就是说，这个人会让你带来一个新的境界的新的自我的思维，你会有一个在新的世界里。认识自己的一个契机来，这一张，我觉得还差1张东西，一个建议。好
确实，我刚刚说了你要打开心胸嘛，什么？确实，这个人确实会帮你敲开你心里某一些被锁住的东西哦。他会带来一种旧的过往的一个熟悉感，也有哦哈，也有这个熟悉感。不过，当到这里，我得到一个全新的讯号，这个人是你以前就认识，但你忘记的。然后他现在的出现，是因为他的样子跟各边的线索，你也是哈，两个人彼此以为是陌生人，有这个讯号，这里才看到一点点，这里才看到一点点。因为他这个认识不太像是认识一个新的人，他有点像是在重新认识，但是重新认识你呢的同时，我觉得也有在重新认识他，所以这个重新认识有一个新的诠释，比较像是你们已经认识了，但又重新认识了。懂吗？以前就知道这个人，或者以前就认识，他现在竟然会重新认识，因为可能两边的转变太大了哈，或是忘记了，也有这个可能哈，但不一定哈，也有这个讯号。好，那大概4号牌的朋友就是这样哈。4号牌我觉得他给的讯号真的很多都蛮清晰的，很可惜啦，我们跟牌子要一些东西他没有给就对了。好，没关系，我们再期待一下吧。再等待一下，等能量整理好之后，就会把它显现在你面前了。OK， 好，这就是选择4号牌的朋友哈，希望能够帮助到你。好，谢谢你来听，祝福你。